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现金桌环游世界。现金桌环游世界，不定时到世界各地合法的现金桌场地，回国前总结盈利。如果为负，则需从惩罚箱抽出一个惩罚并执行。游戏规则：我会由最低级别1块3块美金开始挑战，赢到目前打的级别5个买入就升级，输到目前打的级别2个买入就降级。今天人在巴哈马，巴哈马的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它的现金桌呢，平常是不会有的哦。它是要在赛事的期间，譬如说 WSOP 或者是 PokerStars 的系列赛，那他们自己在这边呢举办的现金桌。那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今天我在晚上9点到11点打了2个小时，然后我觉得这边有一些现金桌的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，然后有蛮多特别的地方。首先呢，这边的最低的盲注级别呢是2块5块，在周末的时候会开到4桌到5桌，那它的抽水呢是5%，那上限是10块钱，所以我觉得算是还好。10块钱的话，大约是300块台币嘛。有的人会觉得这很贵，但其实如果你有去澳门打牌，你就知道澳门的抽水远大于这个。澳门是5%看级别啦，我记得都是200块港币吧，30块美金看。所以其实大家知道，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，5%，然后上限10块钱美金，我觉得算是 OK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除了5%抽10块之外呢，它还会从每一个底池抽1块钱当做是小费，也 OK 啦。反正就是你赢的这个底池，原本正常玩家都会给1块钱的小费嘛。如果你在美国打牌的话，那我觉得你就可以不用给。严格来讲的话，它的抽水我觉得没有到太夸张，但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那这次的现金桌呢，我是买了500上桌，中间呢遇到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状况。那简单来讲呢，就是因为桌子的玩家都会 straddle 啊，就是会放这个2个大盲，会让这个游戏的盲注结构基本上就会是翻倍。那我还是秉持的这个一贯的原则哦，就是带100BB 或者是带500块美金上桌。那在牌局中其实有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状况，很单纯的，比如说，我翻牌前加注，然后翻牌可能过牌，对方下注我就直接弃牌，或者是跟一次，然后对方再打就弃牌。有一些比较特别的，像是多人底池的情况下，尤其是比如说我加注，不是有人加注，有人3次下注之后，很常会有这种冷跟3次下注的状况。我挑选跟注的手牌都是挺好的哦，比如说 A9 同花，虽然说我的筹码量稍微少一点点，但我觉得多人底池啊，要跟对正确的范围，这是现场玩家大部分都做错的地方，就他们会跟到一些不适合跟注的牌，比如说什么 A10 不同花啦，或者是太弱的同花连牌啊，4-6同花之类的。所以有一些手牌的状况就是比较特别。那我觉得输了一点筹码，整体来讲大部分都打到摊牌啊。我觉得我的决策呢都会是对的。这边的特别的点是他们可以 straddle， 那可以 straddle， 你觉得它没什么特别的啊？是不是 UTG straddle 跟 button straddle 啊？这个就是看你是从哪个位置。所以如果说你是 UTG straddle， 就是2块5块 UTG 放10块，那就从 UTG 加1开始动作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是 button 的 straddle，button straddle 就是小盲大盲2块5块嘛 ，button 位放10块，那这个时候是谁先动作？是小盲位先动作。所以小盲位如果不想要跟10块或是不想加注的话，他就必须要先弃牌，所以开始会偏从小盲位开始。你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这样就没了？不是，他们还有一个更新的规则，任何位置都可以 straddle， 这个我是第一次看到。反正呢，你只要丢了这个2倍的盲注之后呢，就是从这位玩家的下一家开始动作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我有看过这种 low 价位 straddle， 然后从 high 价位开始动作，这个会让整个翻牌前的状况变成是比较不常见，玩家会稍微思考一下说，我现在还没有动作，我现在要加注的范围是长什么样子，后面还有几位玩家还没有动作。那我认为大部分的玩家对于这个范围是不熟悉的，包括我在内。但是我认为我的预测这个范围应该会比牌桌上大部分的玩家来的准。所以呢，当下就发生了一手牌啊，我觉得蛮不确定的，就是 low 价位的玩家 straddle 到10块 ，high 价位的玩家加注到20。严格来讲是最小加注嘛，因为 straddle 是10块，它有1200的筹码量。bottom 位的玩家选择跟注 ，bottom 位的玩家有500。那我在小盲位我拿到了 AQ 同花，我记得我的筹码量接近500，我3次下注到75，然后这个时候呢 ，low 价位的玩家4次下注到300，2位玩家都弃牌到我。那我觉得 AQ 同花，然后遇到一个这个老先生话很多打很松，然后我之前有看过他3次下注一些什么 K10 方块之类，之前3次下注 K10 方块选的是尺寸比较小，所以我觉得这种300牌的一定超大。那我觉得 AQ 同花就是很遗憾，除了弃牌之外，我
没有什么动作可以做。我继续的范围可能是 JJ 以上的对子跟 AK， 我不会比这个更窄啦。原因是因为理论上我只有50个大盲嘛。反正这把牌 AQ 同花，我想大概10秒钟我就弃牌了，然后我就觉得蛮，因为我等了半个小时，然后等到一把好牌，然后就弃牌，所以就稍微输了几十块。然后我每次只要筹码量低于450，我就会补一个100，因为我会提前买这个100的筹码放在口袋里面。然后这把牌呢，刚好剩下451，然后发生了这手牌。这手牌呢是 High Jaw 位的玩家，他是一个新玩家，700块做下来第一把牌，他这边是不用 pose， 就是你只要坐下来就可以，他就直接加注到20。小盲位的玩家跟注20，我在大盲位我拿到了一对 Q， 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也很简单的3次下注。那我3次下注的尺寸呢，选择加到80，20跟注1加，我觉得加到80是蛮合理的。High Jaw 位玩家跟注小盲位弃牌，所以是一个单挑。那翻牌是16-5，16梅花，底池180嘛，我选择下注70，大约是1/3多一点点。对手想一下之后跟注，转牌来了一张叠牌5，反正是一张小牌。我有梅花 Q 啊，这是一个有用的资讯，320的底池。那我后手剩301，不到一个底池，我可以考虑过牌，我可以下注半个底池，我可以 all in。那我觉得过牌可以，但我偏向选择 AAKK 可能会更好一点。原因是因为我觉得，假设对方真的也过牌的话，至少更多的合牌是比较安全的嘛。对，如果是 AA 对合牌，基本上我不大担心。那我觉得 KK 的话，我只需要担心合牌开 A。如果是 QQ 的话，我必须要担心合牌开 A 跟 K。也就是说，我觉得 JJ 跟 QQ 的对子应该会更高频率的下注，然后 AA 跟 KK 的话，可以稍微有更多的机会过牌。那至于下注的尺寸的话，我觉得如果他会跟的话，基本上满帕跟1/2真的是没有差太多啊。我当下的感觉是他会跟301，就是 all in。所以我 all in 之后还在想，他想了一下之后，他就丢了一个25的筹码出来。那其实我非常的不大喜欢玩家丢一个筹码，就是我会比较小心一点。所以他丢了一个25出来，我就问荷官说这是不是跟注，然后我会确定他说是跟注，然后荷官也说是跟注之后，我才会开牌。我就先开牌嘛，因为我 all in。那合牌开了一张也是一张小牌4之类的，他就没开牌啦，他就输了。这把牌就赢了一个还蛮大的底池。那我在中间的话，我是买500上桌嘛，100加到了800，最后一把牌让我打到接近9块多，反正大概赢了100多块钱。打完到离桌的时候，我的筹码量呢是844块美金，所以呢，我们在2个小时的牌局中，大约是60手牌赢了44块钱，9个大盲，反正就是小玩一下。大部分其实都打蛮紧的。那当然他们会犯一些错误，但我觉得整体来说，一般的2块5块美金的水准。有一个最特别、我最不能够接受的规则是什么规则呢？如果你在大盲位，你错过了大盲，比如说你去上厕所或者去抽烟，反正任何理由你只要走开，你没有放到大盲位，正常来讲他会放一个就是你 miss small blind 或是 miss big blind， 就是你错过了盲注。也就是说回来玩的话，你要么就是付大小盲的钱，要么就是等大盲，没有第3种。那这边竟然很夸张哦，这边是你错过了大盲没关系，你等 CO 位，它又自动会发牌给你。不然说这样子的话，那我是不是每次大小盲我都去上厕所，然后等 CO 位回来，我永远可以不用放盲注，我永远就来这边等 AA 直接 all in 这样，这样我随便叫一个人来玩都可以，我就等 AAKK 直接 all in 就可以赚钱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规则绝对是一个错误，或者是一个 bug， 它是一个漏洞。桌上玩家其实也不会这么北来，他真的1-2个小时他上个厕所，然后回来错过一次，我会注意看啊，基本上没有这种白目，就是每次盲注都起，然后 CO 位又坐进来玩啊。有一次我在 UTG 我去上厕所，然后我错过了大盲，那我在小盲位的时候我还 post 了7块钱，这个俗称叫做 buy button， 就是你可以买这个 button， 小盲你 post 了之后呢，小盲位就当大盲位在玩，然后下一把牌你可以玩 button 位。那我觉得正常来讲，如果要 post 的话，一定是这样打，原因是因为你不可能再等一圈大盲，这个太负 EV 了，时间成本绝对不划算。因为我是之后才知道，原来等 CO 位是不用 post 啊，所以我在想，如果之后还要去打的话，我应该会等 CO 位，然后直接就是看不用钱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策略，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规则。那这边的买入的话，感觉是没有特别的上限啊，我不知道最少是多少，但我是买500上桌，那基本上桌上的玩家不会有一上桌买低于500的，大部分都是买500、买700、买800或是买1000。那至于有买更多的，我是没看到。这一次的现金桌蛮特别的，跟大家分享这些有趣的资讯。打到11点之后呢，我又去参加了资格赛，资格赛打了又出局，所以今天其实打了非常多场比赛，然后每天大家都打12个小时，非常累。打了现金桌赢了44块啊，比赛输，主赛输，反正锦标赛
赛就是这样子嘛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